为什麼我會想到要做這個？是現在剛好是一個很好的時機，對，因為你也知道我剛回來，然後之前在資訊業、科技業，真的每個人都在玩股票。你看每個人玩股票的那個認真程度比工作還認真。問我同事，你們都在聽什麼、看什麼？聽的都是所謂的資訊類型，就資訊類。對，我現在 NVIDIA 很好，我知道。我現在哪一個話題很棒？但你問他們說，那你進股市的目標是什麼？然後他們就覺得，靠，要聊那麼深幹嘛？對啊，誰管？我就來賺錢的。所以我就是在想，如果我們，因為我認識你很久，就我看過少數就是交易者是用這種交易的思維在股市上操作，然後可以長期穩定獲利的。因為我必須坦白講，誰能在股市存活那麼久？就是靠這個東西生活，你真的是以前靠這個東西生活，現在也還靠這個東西生活，未來也還是會靠這個東西生活。那我覺得很有趣，只要我們能把這件事情，其實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核心，跟有點像交易哲學。如果我們可以拆解出來，放到一般人身上一點點，然後我覺得這個不管他們學什麼，不管他們學什麼分析，都會豁然開朗，這是可以 match 在一起的東西。所以我才想。我們一定要來錄一點東西。其實買賣的東西，它跟很多東西一樣是，其實你講的就是我之前也想強調的，就是有什麼事情是永恆不變的。這世界上有兩種東西，一種是不會變的，一種是一直在變的。然後大家想要追求的是一直在變的，很像資訊，大家以為一直在變的東西可以幫他賺錢，但是一直不會變的東西，他把它做好才可以賺錢。然後這是我心裡覺得很重要，因為你去看所有的我自己，或者是所有的現在會交易的人，他們能夠賺錢靠的都是永遠不變的，就是買賣技巧。那買賣技巧說起來好像賭鬼一樣，對啊，那其實反正我個人覺得這個是你先學好買賣技巧，進賭場前要先學下注原理，就是這樣子。上上禮拜我不是去澳門，我進那個賭場，大概有1億人吧，我看人家打卡，什麼東西？1億人，真的有人打卡說今天威尼斯人賭場有1億人在現場，然後看到好多所謂的那種中國大媽，也不一定大媽大叔都有，然後他們那個身上那個珍珠項鏈一條，一下說1-2萬港幣，幾萬港幣這樣換完之後問那個荷官。怎麼玩啊？這遊戲怎麼玩啊？好，教我玩。然後我想說，你連遊戲規則都搞不清楚，就可以直接下桌把錢丟進去，這不就是我們常看到的在股市中的散戶嗎？就真的還搞不太清楚就下去了。對，那我就覺得好像就像我之前講的，雖然股票市場的規則跟賭場可能不一樣，那個賠率嘛，什麼風險報酬比，那是不太一樣的東西，但是人的行為真的是。他媽超像的，我覺得每個人進來，像你說的，他沒有那個什麼不變的那個道理，他來就是來看的。哇，這個人突然很旺，後面好多那個吸血蟲，你知道嗎？那個注碼是可以跟着一個很旺的人，就是跟單嘛，就是跟我們股票有點跟單一樣，然後他趕快下隊，然後大家一起旺，旺了之後就哇，全部人歡呼，真的就是跟股市一模一樣的概念。對，那我在想，那為什麼他們？好像沒有很想贏，就是應該說他們怎麼願意輸這麼多錢啊？對，大家好像沒有非贏不可的必要。對，我覺得大家都沒有非贏不可的必要，大家只想要贏，但是沒有贏也沒關係。你進賭場帶多少錢？大概帶4-5萬台幣而已。所以你的朋友也差不多嗎？差不多，大家都差不多。他們輸光會怎樣嗎？他們還真的不會怎麼樣。對那其實大家就是輸光都不會怎麼樣。對，因為你已經進賭場了，所以你帶了一個輸光也不會怎麼樣的錢進去。
那這些人進股市，每個人進股市其實都是這樣，誰進賭場不想贏？但是其實輸光也不會怎麼樣。那我覺得大概是這樣嘛。好，那就是說，坦白講，他就是為了刺激。那你如果問10個開店做生意的老闆，不管開飲料店還是開咖啡廳的老闆，他有沒有真的想贏？我覺得他是真的有想贏的，因為他輸光會怎麼樣？好，那這是2件事情的。所以那個賭場大媽，她那個珍珠項鏈，她那個比她帶的籌碼都還要貴了，她還可以 all in 她的珍珠項鏈。可以。那他們都不想贏啊。那其實這個世界上的真相是，我也不知道，因為我那時候很想贏。我那時候是，因為你也知道，我們做那個補習班嘛，然後錢很少嘛，那我不太喜歡那份工作，所以我就覺得，那如果我不贏，我就要繼續，因為我只能教補習班，你知道。我大學教過，所以我一定要贏，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我很緊張。那我覺得心態上差蠻多的，玩法也不一樣。真的不想回去那時候。我有想要回去啊，我想說給我自己1-2年的時間啊。每個人都會給自己1-2年時間，每個人都会給自己。這個是一個非常神奇的數字，但是就是一定要贏啊。就像你說的，錢真的輸掉，你投資的錢好像如果不見了。那如果我把4-5萬再加大100倍，變成400-500萬，那當然不行了。當然不行。對啊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一下，就是如果把這一輩子的錢先預支給自己，我就可以做一個這樣的想象。假設1億好了，就是這輩子總共剛好可以賺，現在就拿到。那你唯一的武器只有股市，你會怎麼做？理論上這樣想事情，應該就會贏了。Okay. 不管你有多少錢都這樣想，就你預支你人生所有的金錢跟時間投注在一件事情上，那你就會很重視它的技巧跟管理。我覺得好像光這樣想就不會亂下了。OK， 對。那如果只有100萬的人，他一次只能下一點點，他就不爽嘛。可是這樣才會贏，可是會不爽。那怎麼辦？對啊，那我覺得是這樣。我一天那個5點半起床，然後沒有，大概5點鐘就起床，然後我就知道我要回來了。5點鐘，我坐在床邊，我就知道，要回來了，差不多了。就是被命運感召。發生了什麼事？因為我也是，其實也是對這個東西很幹啊，就是外面真的很多騙子。我必須說，外面真的很多騙子。你看，我們從7年前那時候就多少騙子。然後可以直接講，直接就是他，然後還有誰？那就諸如此類的東西太多。然後我朋友也是被，也是都會一個拉一個去聽什麼講座，免費的。其實我覺得現在更討厭是那個詐騙，投資詐騙。那你記不記得我以前一直有一個想法是，不管怎麼樣，錢都不要給別人。對，就是我從以前就只有一個想法，就是自己的錢自己操。我也不接別人的錢，那人跟人再怎麼熟，他對錢的那個感覺就是不一樣，真的不一樣。而且你幫人家操作，尤其是你熟人的時候，他那個情緒張力其實是比我自己還要大2000倍。對啊，我是沒辦法去這樣子做事。如果我都沒看到這個人，我都不知道他是誰，我還可以，看到就不行。所以我覺得錢就自己做就好了，就不要給別人做。那投資詐騙群組就是說，他都企圖把錢跟着別人操作嘛。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資本扣在自己身上，就只有這個方法而已。那扣在自己身上，你就還是要學嘛，你不要說啊，我都不管啊，反正我就給誰。其實我覺得小孩的錢不要給父母碰，夫妻的錢不要互碰，就是這樣，怎麼樣都不要碰，自己做自己的就好了，然後不要干擾別人。你這樣投資不對啊，你看你要早叫買什麼，都不要講這個，自己的事自己搞定就好了。這真的蠻難的，其實很難啊，對吧？大家都很多不想承受風險的確，然後就會被這種東西吸引啊。那你看，投資是情緒漩渦，如果是父母、子女或者夫妻，你就想說啊，你看早知道我就怎麼樣，早知道誰知道，沒有人知道，我覺得很難。所以我覺得投資就看自己，然後你就進入一個自己的狀態。我是覺得是這樣，對。所以我覺得最嚴重的是詐騙啊，就錢都不要給別人就對了。所以現在還是很多。其實我聽到還是很多，而且那個就是講座免費嘛，通常嘛，然後課程
30-40萬台幣啦。然後如果對吧，你不想學，你想懶，你給我錢，我代操，就跟你講的一樣，好像150萬。他們其實就是要代操，对啊，他們其實要的是代操，這些人就是要代操，他们是想要代操啊，哦，对吧？那学我 OK， 學我覺得正常，那只是學什麼就很重要，應該要是去學下注方式，反正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的，聽到下注方式好像覺得很詭異，不如多去看一些天使投資人的書好了，對啊，那我自己覺得什麼叫投資？投資有分很多種嘛，但是我覺得一般人心裡想要的投資應該是跟創投差不多的，風險資本就是你要承受風險，然後你要追求超大回報。我覺得一般人應該要的是這個，除非大家都對於現在的軌道是非常滿意的，那完全不要理我。就是你在你的資本軌道上是非常滿意的，我覺得合理啊。那做你的就好了，我覺得很讚，合理。但如果很多人是對自己現在的資本軌道不滿意的，但是他用的是一定只能停留在資本軌道的方法，那這個東西就不是 make sense。所以我覺得是不太一樣的啦。那我覺得我是不知道現在的人富裕程度是多少。其實現在台灣人蠻有錢的啦。其實應該是比我那個年代有錢很多。年輕人應該也沒有像我以前缺錢的那種感覺。我覺得如果是在心態上，現在的人應該是有很大比例，應該好像意識上自己有會繼承到一些東西，不管是財富還是不動產，所以他感覺穩就好，對不對？對。好，那如果是這樣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是真的嗎？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麼。大家現在是因為我那时候不是穩就好啊，我是没有什麼都沒有啊，我爛命一條。好，那爛命一條的做法，恰恰好很巧的是跟風險資本，比如說紅杉資本啊，或者是你知道的很多的創投啊，其實我的做法跟他們一樣，可他們不是爛命一條，所以我不管大家現在繼承了多少，如果你的思維還是沒有要承受風險的，那你的資本軌道在這個遊戲裡面呢，隨着時間推移呢，你會發現其實有那些你的 PR 值還是一樣，那其實還是沒有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財富是 PR 的概念，不是絕對數字的概念。這我倒沒聽過。就是 M2 我們的貨幣總量一直往上嘛。好，那現在房屋自有率是85%或90%嘛。好，所以以前有一棟房子的人，他的資產的那個金字塔看起來是有錢的。但現在有一棟是基本的。你能買的東西是一模一樣啊。你的 PR 決定你能消費嘛。所以當然錢不是最重要的。然後，但是如果你對於這個曲線，你沒有用資本的概念在想事情的話，你沒有用風投的概念在做事的話，你很容易會被拉開。我是這樣覺得。我聽到剛剛那個問題啊，其實我身邊，因為其實大部分年紀的人，當然你說大家富裕程度比之前的相比，比爸爸媽媽那代相比來說，應該好很多。但是因為通膨也很多，就是其實相較的，就是那個錢雖然量變多，就以前200萬，可能現在2000萬。我也不知道啦，就差不多感覺，可能身上有1000萬，可能等於他們以前可能有200萬，搞不好心安的程度是一樣。但現在大家有1000萬，其實心安不了，就其實大部分還是要更多，一定要更多。太多突發事件了，而且還是年輕人還是買不起房子啊，大家還是想要存到房子的錢。對，那進股市其實很大部分大家也是這樣會有概念啊，股市再來不動產，再來什麼什麼，再來什麼，因為錢變多之後就換下一個資產。對，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想要變快的，還是想要賺快，那個快有點像10年吧。10年我覺得可以接受啊。這個我們剛剛講到，因為我的所有的買賣觀念，然後後期你不在這段時間的選股各方面，都是在跟創投跟風險資本的概念是一樣的。他們基本上也不是看1年，他們也是看10年、5年到10年，甚至更遠。那他們的做法很簡單啊，他們的精神就是不去追求15%到20%的利潤。他們要懂得放棄機會，而且他們挑的每一個都是巨大報酬的機會，對不對？你看那個 Peter Thiel， 就是這個現在最紅的 PLTR， 對，那 Peter Thiel 他早年有這麼多，他有臉書，
還有他每一個投資下去的東西都是暴賺，那有沒有可能爆賠？有，但是他控制好風險就好了，他願意承受。那這種資本集團都在承受風險的，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一般人他沒辦法承受，不想承受風險，有一天就會被風險弄到自己都不認識自己，我覺得這是很可怕。你講這個，我就想到我一個朋友，他跟我講，他應該身上90%以上的錢了，都就資產啊，然後幾乎90%以上都在股市。那個4月份那個大回檔，然後跟我說他撐過去了，他說他覺得他應該是一個心臟很大顆的交易者的投資者，然後說你看我的那個理念正確，但他某1-2個月，聽說有就是需要借個錢過日子，然後我在想，我就說我靠，那你那時候賬面上是损益是多少？好像大概快-40%，但他都要撐過去啊。你看那時候我沒動作啊，他对自己是肯定的。那我就說，哇，你這方法听起來，我自己啊，我感觉啊，那萬一你那時候你身上如果是你在55歲，然後有個5000萬，3000萬，你丟在裡面就是這樣子，真的可以熬得過去嗎？真的可以熬得過去嗎？我跟你說，他這樣的，我覺得大部分人這樣的狀況哦，我還是一樣，因為他是投資，其實我認同他。我的意思是說，大部分人把錢放在一個資產裡就是不動嘛，然後他是求3年、5年、20年不去動它，所以他跟全世界的 PR 一起下來了，他沒虧啦，他就算不賣，就算歸零，他的 PR 可能一起縮水啊，可能是一起的啦。好，那我可以接受，但是其實我可以，他要這樣選擇，我可以接受，但是我不能這樣選擇，我完全不能這樣接受，因為如果他只是單純的投資，他要跟着世界邁，像很多人說他買資產是為了投資，是為了跟上通膨或幹嘛或幹嘛，30年退休，40年退休，對，好嘛，那就是表示你只是不想要把你現有的 PR 你不想要往下掉而已嘛，因為你被通膨吃掉，你就一直往下掉，就這麼簡單嘛，那這些就叫投資，我覺得沒有關係，你愛怎麼投資都可以。那你要跳接，你就是要適當的承受風險，然後你要去經營這個買賣，你要去經營它，你要把它當生意，你就要擴張每一次都有風險啊。OK， 那你每一次進場，你要怎麼控制你的風險，然後讓它一直擴大，讓你的資本變獨角獸嘛。你想玩這個遊戲，那也是另一件事情。一個是打敗通膨，一個是翻身。如果想要做到後者，就不會是用他現在的這樣子的方式。他其實沒有意識到的意思嗎？我覺得他這個東西就是不會短時間內翻身。長期這樣做，已經有無數的論文支持是沒有問題的。是，可是我相信大家要的就不是到頭髮白了，然後腰也彎了。是啊，我相信大家就不是這樣子嘛。對，大家要的就是一個突破，所以要把它當一個事業，把它當一個副業。你看，假設你有一個公司叫股票公司，那你有一個董事會，那你董事會要怎麼去發財？董事會一定會控風險嘛？董事會第一件事情要控風險嘛？第二個，看到有實際上的業績，你才敢加大投資嘛？那我們看我們在操作的時候，我就這樣嘛，我先試單嘛。股票漲起來了，是不是我看到業績了？表示我看得對嘛？那我就下大嘛。那如果上去了之後，董事會當然可以決策啊。那我們就用多少盈餘去拼更大的未來嘛 ？OK， 那就抱住嘛。所以对我來講，你這就是一門事業，那它有很多的技巧，它有很多的關鍵點，你怎麼看？那如果你只是把自己當成一般的這樣子打敗通膨，當然你就不要用董事會的思維思考，就不要想。我覺得就是這樣的。OK。我們之前不是也是有一個聚會，有一個學員，他也上過課，他資本也蠻多的啊。我記得一個女生，她很堅定哦，她不是說她分2塊來我們課程之前，她是一個複利投資者，也就是可能純股派，可能050派，對，那個長期剛我們說的那種第一種方法的投資者，但她那時候說她竟然來了，為什麼？因為她也意識到她要的目前不止這些他說，所以他願意開始想說把自己的資金拆開來一部分去做交易這件事情。
我覺得好有趣。我覺得拆開一部分是對的啦，應該是說投資之餘，你想要練習這件事情，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練習看看。就經營一個事業，一個是打敗通膨，對啊，一個是試着當老闆。當老闆就是創投的精神。我在想說，有些人他天生不能創業啦，他就是不想承受風險。所以我覺得先區分一下自己是不是可以承受風險的性格。如果是，就來當交易者吧。但是如果不是，我也看過很多人是一點點就緊緊張張的，因為他不能失去。那我可以我完全同意。我沒有要他來跟我一起犯險。那如果他願意去拼拼看的話，他可以 all in， 他也可以拿一小部分來試試看這件事情是什麼。那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試試看，要不然生活說真的也一成不變。你要這樣投資也很無聊。說真的也蠻無聊的。它等於是多一個技能，我覺得蠻好的。多一個技能，而且是你很相信的技能。一般人學習的那個路徑跟我們在學的那個路徑好像不太一樣。它變成是他一進股市就是聽資訊，而不是我先打造了一個交易系統，然後進來聽資訊。因為你沒有去碰過沒有分析的可能性的商品的時候，你就不會去專注在執行面的東西。